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可谓是下血本了，对台支持力度再升级，战火已逼到中国家门口，武力统一或迫在眉睫。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一觉醒来，美国宣布向台捐赠250万支莫德纳疫苗，于20号下午抵达台地区。美国政府捐赠的此批疫苗展现了美国对台的承诺，似乎是在告诉外界不要再嘲笑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现在的拜登政府是说到做到，尽一切可能来遏制中国。众所周知，美国国内疫情危机有多严重，在疫苗自己都不够用的情况下，还向台捐赠250万支。不得不说，美国现在为了利用台当局对付中国，可谓是下血本了。在此之前，拜登展开了1个星期的欧洲之旅，目的就是利用一切巧合，拉上所有盟友遏制中国。甚至为了遏制中国，拜登甘愿放下身段，和长期以来的对手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好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动足以看出，美国如今是铁了心要跟中国作对。而在刚结束1个星期的欧洲之旅，回到美国后第一时间就向台捐赠疫苗，更是说明了拜登为遏制中国已经陷入极度疯狂的地步，对台支持力度再度升级，这无异于是在向我国释放危险信号。近日，美国方面刚对外宣布，美台重大军购案已经正式生效，目前已经进入履约阶段。明知道台海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海问题更是中国内政，美国还接连拿台海问题做文章，挑战中国红线，摆明了没有将中国放在眼里。在中方的多次严正警告下，美国又向台捐赠疫苗，一副不顾国内疫情危机、不顾国内民众的生命安全，也要跟中国对抗到底的模样。至此，我国人再也不能幻想中美关系会有所缓和了。必须清醒，现在的战火已经逼到中国家门口了。尽管我国不希望以武力解决矛盾，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并不允许我国再坚持和平友好。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或许只有像俄罗斯那样敢于反击，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有所忌惮，停止危险举动。再者说，分析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捐赠疫苗，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对抗中国，也是为了做给美国的盟友看，告诉他们美国回来了。美国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国家，美国对盟友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唯有这样才能让美国的那些盟友下定决心跟美国走到底。单从这一点上来看，拜登的做法就非常危险。或许就如国人所言，解放军武力统一已经迫在眉睫了，必须准备打仗。一旦中国不再对此有所反应，很可能会让美国的盟友产生误解，认为中国是怂了，届时局面必定更危险。美俄会晤刚结束，美国就考虑安排中美会晤，想找中国兑现。赵立坚回答令美心虚，用心歹毒，中国不吃这一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对外透露，美国政府将考虑安排拜登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双边的会谈。值得一提，此次美俄日内瓦会谈上，这位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算是丢尽了颜面。相比普京的镇定自若，拜登全程手忙脚乱，手里攥着提词卡，还接连在演讲会上出错，其中包括把普京说成了特朗普。这一次拜登与普京的会晤是美国希望能够缓和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试图拉拢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奔着联俄抗中去的。可拜登不仅接连在会谈中出现错误，就连普京也没有给拜登面子。会晤刚结束就对外表示，世界上大部分网络攻击都来自于美国的网络领域。可见普京心知肚明拜登此次希望展开的双方会晤的目的，下谈判桌的第一时间就公开指责美国，是在告诉拜登俄罗斯不吃美国这一套。或许正因为如此，拜登眼看着在普京身上占不到什么便宜了，便将矛头再次对准中国，想找中国兑现。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近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声称目前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消息。表面上这是一句再普通简单不过的话，但实际上赵立坚给出的回答却让美国心虚了。首先，如果美国是真的希望跟中国展开双边会晤，那么应该由美国外交部门先递交国书，然后双方官员再进行沟通协商，而不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直接跟中国提出，摆出一副臭架子给谁看，中国可不吃这一套。话说回来，中美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中美关系之所以恶化，根源就出现在美国身上。美国长期对中国的打压让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想要重回正轨，美国就必须要做出点实际行动来，例如先切实保障好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不过就现在看来，美国行动没有口头上说说，因此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展开了领导人会晤，也没有任何意义。从这就足以说明，美国本就不是冲着缓和中美关系来的，若真有这个诚意，就不会只是嘴上表态。在分析看来，美国考虑安排中美会晤，不过是在挑拨中俄关系上再做文章，在俄罗斯那占不到便宜，就想通过中国来对中俄关系进一步加把火。还有一种可能是，拜登这次想找回点面子。拜登回国后，舆论对他的评价日益高涨，如果这种势头再不遏制住，拜登很可能变成下一个特朗普。总之，不管什么原因，美国用心如何歹毒，中国都不吃这套，希望该国趁早打消念头，否则中国不会给美国好果子吃。为污蔑中国，联合国也沦为美国帮凶，我们该如何反击？中国大使4天内都在干一件事儿，从根本上解决西方造谣污蔑。中国只要做一件事儿。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这段时间，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就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起新的猛烈攻势，大肆造谣污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试图用所谓的西方价值观遏制中国。然而最近，联合国都沦为美国的帮凶。在6月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基于虚假消息就涉港、涉疆等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干涉中国内政。为何连联合国也要淌这趟浑水？事实上，只要亲自去实地去新疆、香港考察，或者但凡稍微查下数据了解，都不会说出这样荒谬的言论。近40年来，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555万增长到1200多万。过去60年来，新疆经济总量增长200多倍，人均预期寿命也从30岁提高到了72岁。新疆所谓的种族灭绝说法，完全是别有用心炮制的世纪谎言。事实就摆在眼前，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张口就来，他是真的不懂吗？我们早就向人权高专发出访疆邀请，为什么他们不敢来？其实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罢了，纯粹是美国的丑恶帮凶。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还要刨出西方的黑历史。人权高专要真的关心人权问题，更应该扭过头来看看西方的人权状况。美国的人权状况才是你们最需要关注的。不要无中生有指责中国，中国的人权问题是西方杜撰的假新闻，而在西方，种族灭绝却是铁证如山，甚至现在仍在上演。美国新冠肺炎死了60万，美国怎样对印第安人？美国抓捕进入国会的人，你吭声了吗？加拿大学校发现数百具孩童骸骨，你吭声了吗？澳大利亚怎样对待土著？澳军屠杀无辜平民，你谴责了吗？英国怎样对待被殖民的国家？香港回归前的人权你清楚吗？铁证如山，联合国人权高专却视而不见，反倒对中国人权诬陷抹黑很来劲。除了揭露西方黑历史，我们也要揭露他们的谎言。最近 BBC 又污蔑中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对此，中国驻加纳大使卢坤连续4天都在当地各大主流媒体上发表新疆是个好地方的署名文章，用详细的数据打脸西方谎言。事实上，西方频繁造谣污蔑中国，确实让我们相当被动，单纯的解释或者骂回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无法再淡定，要他们闭嘴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持续投入发展，在高新领域一步步超越西方，造谣诽谤的声音才会停止。中美航母相继爆出新消息，却让局座张召忠预测失败，但为何说局座的预测把美军给忽悠到了？中美两国在同时发展下一代航母，也就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与中国的003航母。而最近这2艘航母都传来新消息。首先是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在6月18号的时候，这艘航母接受了全舰冲击测试，也就是在航母周边引爆重磅炸弹，从而测试航母的抗冲击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福特号航母早在2017年便已经服役，但在多次海试的时候发现舰船供电存在问题，包括电子弹射器以及航母升降梯均受影响。因此，福特号航母服役后并没有部署，而是不断进行改装。但是在1个月前的测试中，福特号航母的战机出勤率依旧不理想，仅达到尼米兹级的1/3。可是为了达到2022年部署的目标，福特号航母只能在还没修好的时候就拉来进行最终测试了。而在福特哀轰之际，我国的003航母却爆出猛料，有卫星拍到江南造船厂这艘航母最新的建造图，并且还发现了准备安装的舰岛。由此可见，003航母的建造已经进入尾声了，大概率明年就能下水。值得关注的是，从003航母舰岛有蒸汽口来看，这艘航母大概率还是常规航母，但航母甲板上可以看见电磁弹射的痕迹，这基本上实锤了003航母采用电磁弹射。
而说到这，也不得不提我国著名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曾对这艘航母做的一个预测了。因此，张召忠表示，中国第3艘与第4艘航母不可能采用电磁弹射。然而，今天来看，我们就知道，张召忠说中国第3艘航母不可能用电磁弹射的预测已经失败。但作为海军少将的张召忠，完全不知道新航母用电磁弹射这回事儿，而且还能斩钉截铁进行否认，很显然不寻常。于是有网友表示，这是局座再次对美军展示了战略忽悠的能力，因为当初歼20也是被局座这么忽悠来的。2009年的时候，时任中国空军副司令的何维荣透露，中国正在研制新一代战斗机，此消息一下子引爆舆论，歼20也首次被关注。然而很快，局座就在电视节目中表示，美国的 F-22花了20年才搞出来，中国现代战机才刚刚起步，哪有这技术，肯定只是歼10改。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年，美军宣布关闭 F-22战机生产线，但是仅在2年后，中国歼20战斗机成功首飞。再来看看美国人的航母，为了养得起福特号航母，美军计划将尼米兹级杜鲁门号航母提前20多年退役，以节省经费。然后福特号航母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非要上综合电力系统，结果导致舰船供电系统故障连连，并且福特号航母在服役后又返厂，正好与局座对003航母的预测发生在同一年。如今看来，搞不好美军又被局座忽悠了，认为中国航母发展不快，所以在自己的下一代航母上乱来。中美新航母相继爆出新消息，同时印度航母海试推迟的消息再度传来，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印度航母海试推迟又反映出什么问题？最近有关新航母的消息不断传来，几天前，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号航母接受了全舰抗冲击测试，也就是将炸弹在航母周边引爆，以测试航母的抗冲击能力。据获悉，这是美军的核动力航母时隔34年再度进行这样的测试。虽然福特号航母在2017年就服役了，但连续故障使其至今都在不断测试。按照计划，福特号航母将在2022年正式部署。另一方面，最近有卫星拍到中国江南造船厂中的003航母建造也进入尾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便是航母船坞周边的一个船坞内惊现003航母的舰岛，说明003航母即将进入吊装建岛的阶段。按照这个进度，可能在明年年初003航母就能下水了。中美航母的新航母格外引人关注，但别忘了，南亚大国印度也有一艘新建的航母。似乎不满足只有中国与美国的新航母抢占报道，就在中美航母爆料之际，印度也传出国产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新消息。美国航母挨炸，中国新航母上舰岛，那么印度新航母又干啥了呢？根据印度快报报道，近日印度方面宣布，原定于今年上半年要进行海试的维克兰特号航母，其海试日期将再度推迟。至于这次会推迟到什么时候，印度航母还没有答复。据获悉，维克兰特号航母自2009年安放龙骨以来，已经建造了12年，而服役时间也从2015年一直推迟到2022年，海试也推迟了数次。至于此次海试推迟，理由如下：首先，印度国内受到新一波疫情的影响，很多测试工作被迫停止，相关人员的进出往来也受到限制。其次，国外一些国家对印度实行旅游禁令，导致一些航母必须的装备运不进来。最后，印度目前正值夏季的季风雨季，天气状况不利于试航，这种气候起码要等到9月份才能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次印度航母不能海试，印度人怪病毒、怪国外、怪天气，但就是和自己的技术没有关系。但其实每个问题细分来看，就能看出这艘印度国产航母现在的问题非常大。首先，疫情在印度持续了1年多，这1年多来，印度方面一点预备方案都没有。遥想去年2月到3月份，中国疫情进入高峰，但中国075型2栖攻击舰的建造依旧在加班加点展开。为何印度航母无法正常开工？印度人不该思考一下吗？其次，从国外装备进不来导致航母无法海试，就说明印度航母国产化只是个噱头，还是像以前一样会被国外卡脖子。就算不探究这一点，航母都要海试了，结果关键设备都还没有安装，这么多年印度造船厂究竟在干什么？搞不好等中国003航母都服役了，印度的国产航母还没造好，真是造了个寂寞。最后，由于天气不好就推迟测试，这让人对印度航母的能力进一步提出质疑。毕竟不说航母，一般海上漂泊的舰船能适应海上恶劣天气已经是最基本的条件。
美国航母尚且还要用爆炸测试，印度航母连风浪大都不敢开出去，这艘航母真的能经受大海的考验吗？